只要是中美对峙的话，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会那么高。那是美国协助中华民国派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军舰去接收南海诸岛。那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也主张说这些岛礁就是中国的。大家好，欢迎回到政大国关中心，我是俊。观众朋友有看过芭比吗？在芭比风靡全球的同时，却有一个国家禁播，你们猜到了吗？那个国家就是越南。原因是电影出现了南海9段线的地图，当局超级生气，认为涉及了主权问题，连要求电影公司删除都没有，就直接禁播。到底南海的主权议题该从何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关中心刘富国老师来和我们谈一谈各国对南海主权的争议，中国有可能借机发动战争吗？未来台湾又该怎么样应对？让我们欢迎刘老师。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台海的情势呢受到了世界的瞩目，不过近期呢有许多专家警告，南海同样的危险，甚至有可能比台海更早发生战争。那想请问一下老师的看法。南海的问题只是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程度，那当然它都有可能变成中美发生战争的这个原因之一。那到底是不是比台海还要危险，这要看不同的时间。但是中美因为进入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所以这个南海的议题啊，在美国积极策动区域里面的盟友，特别是菲律宾拉拢越南。像最近这段时间，澳洲跟菲律宾还进行了海上的联合军事演习，都是在向中国大陆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但是这样子的结果呢，反而是让南海的紧张程度大幅升高。我个人的观察是，它的战争是大规模还是比较局部的战争，小规模的冲突是国家跟国家针对比较小的岛礁发生了这个摩擦。中美之间呢，美国经常派遣他们的这个海军进到南海，那跟中国大陆呢，在这个军事上有很多是在对峙。大家都知道，大国有大国的责任，他们是比较遵循国际的相关规范。因此我们反过来看，认为说只要是中美对峙的话，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会那么高。刚讨论到一个重点是，各个国家为什么会一直紧抓着南海的主权不放？南海的问题，有史以来是非常复杂。当然，在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呢战败，他经过条约的规范呢，把占领的这些岛礁归还给相关国家。1951年，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呢，在我们台北签订了所谓的中日合约，当时就规范这个岛礁呢，日本是放弃的，放弃以后就归中华民国所有。那是美国协助中华民国派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军舰去接收南海诸岛，所以今天西沙群岛还有南沙群岛大的岛礁都是用军舰的名来命名。但是呢，这个问题的转变是到这个1980年代，这个海洋法公约签署通过了以后，重新律定全世界的海洋秩序。最主要跟南海相关的就是沿岸国，它有领海12海里，以及可以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个是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在国际体系里面或国际社会里面，所有的国家都会坚守自己的国家领土主权。那也导致这个坚持让这个南海问题变成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多边议题。想问一下，就是像近年来中国频频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陆，还有派遣中国的舰队在南海挑衅其他国家，那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辙？在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南海的这个管辖权是赋予中华民国。那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后也主张说这些岛礁就是中国的，因为我们内部的政治改变，对于这个主张啊，慢慢的就没有说特别去强调这个南海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那正好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它的影响力，再加上中国在过去这20年当中国力大幅增长，所以中国大陆在过去尤其是近10年来加强这个执法、驱赶、扣押周边国家的这个船舶。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说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每一个国家有200海里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越南跟马来西亚，还有包括汶莱，还有菲律宾，这个200海里都有大部分的重叠。那在这个重叠区里面，就是所谓的争议区，周边的国家就透过国际的公约，一直不断的在谴责中国超越了。但是中国大陆非常坚持，那他们的主张就是说，涉及到主权的问题要双边谈判。现在就是东协国家集合在一起，一起跟中国大陆正在谈判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一方面在政治上，中国大陆跟东协国家持续在谈判；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菲律宾跟越南，他们都在南海各个岛礁自己占了岛礁，所以在实际上的这一面，这个争议是不断，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抓住最好的机会扩张实力。对，在游戏规则出来之前，赶快去就是填海造陆，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能做多少算多少这样的。目前呢，因为11个国家正在谈判，所以大家都相对的比较有克制，对，更不会因此而就是随意的发动战争。是，对。那就想问一下，那台湾在这中间，就是在这么多的纷争之间，未来应该如何应对？我刚才特别提到，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国家10个国家东协正在进行谈判。那这个谈判呢，跟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的主张基本上是完全吻合。可是现在他们在谈判，我们没有一点机会参与。那当然，这个首要面对的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呢，就是两岸的问题。台北跟北京能不能有比较高的政治共识？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政策不重视南海，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影响非常大。因为太长的时间政府不去管南海，大家会慢慢认为说南海跟中华民国是没有关系的。就会觉得慢慢觉得这个不重要。好，那今天也很谢谢老师的分享。看完这一集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南海争议的看法，帮我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通知。我们下集见，拜拜。